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故事。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有名但又很可爱的故事——三只小猪的故事。也许你小时候听过，也许你没听过。不过，今天我们用简单的中文一起来重新认识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不只是关于三只猪和一只狼，其实它还教我们一些关于生活、努力和选择的道理。从前有三只小猪，他们是兄弟，大猪是哥哥，二猪是弟弟，三猪是最小的弟弟。三只小猪和妈妈住在一起。一天，猪妈妈对他们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都长大了，应该去外面自己生活，盖自己的房子。”三只小猪点点头，说：“好的，妈妈，我们会照顾自己。”于是，他们出发去找地方盖房子。哥哥走在前面，二弟走在中间，小弟在最后。路上，他们边走边聊。大猪说：“我想要快一点盖好房子，这样我就可以休息了。”二猪说：“我也想早点住进去，但是房子要有点结实。”小猪说：“我想盖一个很坚固的房子，不怕风，不怕雨，也不怕狼。”大猪走到一个地方，看到了很多稻草，他觉得很方便，就想用稻草盖房子最快。于是他开始动手，很快他的房子盖好了。大猪拍拍手，说：“哈哈，我的房子做好了，我现在可以睡觉、唱歌、玩游戏了。”然后他真的就去睡午觉了。二猪继续往前走，他看到了很多木头。他想，木头比稻草结实，我就用木头来盖吧。于是他花了几个小时，做了一座木头房子。虽然没有很坚固，但比哥哥的好一点儿。二猪看着自己的房子，满意的笑了，说：“不错，我也可以休息了。”小猪还在走，他走得比较慢，因为他想找最好的材料。最后，他看到一个地方有很多砖，他想，砖头很重，但很安全。虽然盖房子会花很多时间，可是以后就不用担心被吹倒。于是他一点一点地搬砖，一块一块地盖。他的汗流下来，手也有点疼，可是他没有放弃。过了几天，他终于盖好了房子。这是一座结实又漂亮的砖房。房子盖好以后，三只小猪都很高兴。妈妈来看他们，说：“你们做得很好，但是要记住，生活里不只是要快，还要安全，要有计划。”小猪笑着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有一天，一只大灰狼来了，它肚子饿得咕咕叫，看到远处三座房子，眼睛一亮，心里想：“哈哈，今天有猪肉吃了。”他先走到大猪的稻草房前，敲门说：“小猪，小猪，开门，让我进去。”大猪害怕地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你是坏狼。”狼笑着说：“那我就自己进去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呼一吹，房子就倒了。大猪吓得大叫，赶快跑到二猪家里。二猪看到哥哥，吓了一跳，说：“发生什么事？”大猪气喘吁吁地说：“狼来了，他吹倒了我的房子。”二猪说：“别怕，进来吧。”于是两只猪躲在木头房子里。狼又走过来，笑着说：“小猪们，小猪们，开门吧，让我进去。”两只猪一起喊：“不行！”狼说：“那我就吹倒它。”他吸了一口气，用力一吹，
呼呼，木头房子摇啊摇，最后也倒了。两只小猪大叫：快跑！然后他们跑向最小的弟弟家。小猪看到他们来了，也赶紧开门。三只小猪一起躲进砖房。大猪和二猪说：弟弟，狼要来了。小猪说：别怕，我的房子很结实。狼来到门口，敲门说：小猪们，小猪们，开门吧。三只猪说：不行，不行。狼生气了，说：那我就吹倒它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呼呼，但是房子一点儿也没动。狼又试了几次，结果都不行。他累得坐在地上，气喘吁吁。狼想了想，眼睛一转，笑了笑。他心里想：好吧，我从烟囱下去。他爬上屋顶，想从上面爬进房子。小猪听到屋顶有声音，马上对兄弟说：快，烧水，烧热水。他们一起把火点燃，放了一大锅热水在火上。狼从烟囱滑下来，结果啊，他掉进了锅里，热得大叫：烫死我了！然后他赶紧爬出去，跑得远远的。从那以后，狼再也不敢来打扰三只小猪了。大猪拍拍小弟的肩膀，说：弟弟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可能被抓走了。小猪笑着说：没关系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要互相帮忙。从那以后，三只小猪住在一起。大猪和二猪也学会了努力，不再只想偷懒。他们帮小猪修房子、种花，还一起做饭。每到晚上，他们会一起坐在屋外，看星星，聊天。妈妈来看他们的时候，笑着说：你们真的长大了。其实，这个故事不只是讲猪和狼，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生活里，有时候做事快并不一定好，认真努力，一步一步去做，才会更安全、更成功。就像小猪一样，他花了很多时间，但最后得到了最好的结果。在我们的生活里也一样，比如学习中文，如果你只想快一点，很容易忘。但如果你每天学一点点，坚持下去，就能真的学好。就像盖房子一样，基础要打稳。所以，不管你在学什么，或者在做什么，不要怕慢，只要你不停，就一定会到达。三只小猪的故事看起来简单，但每次听都会让人笑，也会让人想一想，我是不是也可以像第三只小猪那样努力一点，再多坚持一下呢？故事讲完啦，希望今天的故事能让你笑，也能给你一点小小的力量。你觉得今天的故事怎么样？你学到了什么新东西吗？如果有时间，可以在留言里告诉我们哦。我们很想听听你的想法，也可以告诉我们你通常在哪里，什么时候听我们的故事。谢谢你今天的陪伴，祝你有一个温暖、安静的夜晚。我们下次再见。